大年初八發，四大節日聚埋一齊，寓意四方八面來財，好運連連。但係你又知唔知道係邊四大節日呢？吓？咁首先，大年初八就係谷嘅生日。相傳女媧喺創造萬物嘅時候，先創造出六畜，咁到咗第七日就整咗個人仔出嚟。但係冇得吔，又點生存呢？係咪？咁於是到咗第八日就整咗糧食作物啦。咁所以民間就將大年初八定為係谷嘅生日，就係咁解啦。咁亦都實現咗五穀豐登、六畜興旺、人壽安康嘅好年景。喺古代谷日節呢一日，老百姓仲會對寫有谷嘅牌碑進行祭拜嘅，咁亦都唔會煮熟嘅谷物，為嘅就係表達對谷嘅敬畏之情。咁亦都提醒後生，喂，你要珍惜糧食啊，要重視農業生產，呢一個係生命之本。而且年初八呢一日，老百姓仲會根據當日嘅天氣情況嚟判斷呢一年嘅年景同埋糧食收成。咁如果年初八呢一日係天清氣朗嘅話，即係講明呢一年嘅農作物會獲得豐收。咁相反，如果係陰雨天氣嘅話，就講明呢一年嘅農作物收成欠佳啦。第二，正月初八亦都叫做順星節。呢個順星指嘅就係祭祀星君嘅儀式啦。咁亦都叫做接星祭星。民間傳說認為每年都會有位值年星宿嘅，俾民間老百姓稱為流年照命星宿。話人一年嘅命運，無論係稱心如意啊，定係諸事不順都好，都係掌握喺呢幾位星宿嘅手中嘅。而到咗每年嘅大年初八，咁天上嘅神仙就會下凡，係眾多星君聚會嘅日子。咁喺呢日，如果祭祀星君，向星君祈福納祥，就會得到星君嘅庇佑，祈求成年都可以平安順遂、順心如意、好運連連啦。咁喺呢日嘅晚上，古人仲會舉行一個順星祭祀嘅儀式，家家戶戶都會喺自己屋企嘅每一個角落放盞燈花。通常大戶人家就會放108盞，咁普通人家就會放49盞，再差啲嘅屋企嘅都會放9盞燈，咁分別代表嘅就係9位流年照命星君啦。咁等祭祀完之後，就會由屋企嘅女主人將呢啲燈花放喺屋企嘅灶頭啊、門檻啊，又或者係花園嘅等等每一個角落。呢個做法就叫做散燈花。咁呢個時候，長輩就會教育晚輩：喂，靚仔，你知唔知一寸光陰一寸金，要珍惜時光啊！而第三個節日，大年初八仲係敬八仙嘅日子，亦都叫做八仙節。民間傳說話有8位神仙，個個身懷絕技，佢哋可以懲惡揚善，深受老百姓嘅喜愛。咁呢8位神仙，你應該估到啦，就係鐵拐李、張果老、漢鍾離、呂洞賓、何仙姑、曹國舅、藍采和、韓湘子。話佢哋會經常下凡救死扶傷，幫助老百姓渡過難關嘅。所以喺呢一日，民間老百姓就會準備啲美酒佳肴、香燭啊等等嚟祭拜八仙啦，希望保佑自己可以成年都人丁興旺、吉星高照、家宅平安。而第4個節日就係放生節啦。咁呢個放生祈福，其實就係將屋企養嘅魚啊、鳥啊攞到外邊，然之後放歸野外。其實喺古時候，無論係帝王定係民間嘅老百姓，都有正月放生嘅習俗嘅。咁春天係新年嘅開始，亦都係萬物發芽嘅季節。呢個時候放生唔單止可以行善積德啊，其實亦都係為咗體現尊重自然萬物、和諧相處嘅體現。咁呢一個就係正月初八嘅4大節日啦。但係老一輩亦都提醒，喂，正月初八係正月嘅第一個逢8日，有8件事唔好做，來年先至可以發嘅。咁首先第一樣就係唔好浪費糧食啦。因為正月初八係谷嘅生日，要尊重糧食噶嘛。咁以前古人仲會將屋企嘅米缸米袋都裝滿嘅，寓意係聚財啊嘛。希望來年可以五穀豐登，財運發啊。而不做就係唔好殺生啦。咁因為正月初八呢一日係順星節，古時候嘅人係祭祀星君嘅大日子嚟噶嘛。如果喺呢日殺生嘅話，就會觸犯星君，去破壞生命嘅和諧啦。咁3不做就係不動土啦。不動土又唔係話隨便喐下啲土，而係話唔好起屋、唔好裝修間屋、唔好挖溝渠等等。咁因為古人認為呢一日仲係土地公嘅生日，如果你動土嘅話，就會驚擾到土地公，不利家宅平安咁話。咁4不做就係唔好借錢，因為大年初八係因發啊嘛，個個都想發財噶啦。喺呢日借錢嘅話就會破財啦。咁5不做就係唔好嘈交啦。大年初八呢一日應該要同人哋和睦相處嘅，避免喐啲就同人哋發生爭執啊，或者係同人哋嘈交，唔係嘅話就好唔老禮噶啦。
而六不做就係唔好打爛嘢。咁事關古人認為，如果喺大年初八嗰日食嘢唔做嘢，做嘢打爛嘢，就會破壞一年嘅好運，就會帶嚟破運咁話。若然真係唔小心打爛咗嘅話，就要講翻句歲歲平安，將啲碎片包起佢，再掟落垃圾桶啦。咁七不做就係忌官紅喜事啦。嗱，古時候嘅人就有抬頭紅嘅講法，事關古人認為男女正月結婚乃是月太歲壓頭，對子孫不利，意思就係話喺正月結婚就會沖犯太歲，對自己嘅子孫唔係咁好咁話。所以喺呢日就應該要避免參加婚禮。所以你亦都見到民間係好少人會揀喺正月結婚，就係咁解啦。咁八不做就係八不歸。嗱，上一期都有講到，唔係話年初八唔好翻屋企，而係要準備好孝弟忠信禮儀廉恥先至好翻屋企。咁呢一個就係大年初八嘅習俗啦。咁唔知你鄉下有冇保留呢？到最後祝大家大年初八發發發，財旺發旺一路發，請你接財。